大家好，我是横天虎，自然界泥虎哥。今天我要聊的是非洲草原上原本互相看不顺眼的花豹和猎狗硬聚在一起搭伙过日子的故事。当然了，他们的结局是悲惨的，但过程是温暖的。这个故事始于一场猎艳，对，狩猎盛宴。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雌豹小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服了一只肥硕的疣猪，这是他的豹生头一次，但谈不上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花豹大招锁喉，它锁在了嘎吱窝，偏了。就这样，疣猪疼得嗷嗷直叫，很快吸引来一只挺二胡的猎狗，我们简称二狗。小花一阵慌乱，只得心不甘情不愿让出这顿饭。其实二狗还没过来抢呢，因为疣猪还没死透，小花一撒手，疣猪便绝地而起，到处活蹦乱跳。这种突发状况还真搞得二狗有些不适应，都没做好心理准备呢。他本来是来打劫的，结果得靠他制服猎物，属于打了个全套。因此二狗有些怨声载道，心想还是打劫独居的雌狮省心，虽然可能挨顿揍，但却能顺利吃上免费肉，一种赤裸裸的打劫惯犯的自我修养。好在二狗捕猎的技术还是可以的，不一会儿就把疣猪拿下，3下5除2便开肠破肚。而小花先躲一边观察半天，他见二狗没有同伙，就试探着慢慢向食物靠拢。可没想到的是，二狗竟然给他挪地方，还把刚撕开猎物最柔软的地方让给他。于是两个不同物种的掠食者开始了一场猪光晚宴。把疣猪吃光一点不剩的晚宴。饭后，二狗拖着圆滚滚的肚子直奔附近的大浴池水塘，花豹也尾随而至。他见二狗直接蹲在水塘里，才突然觉得之前一直认为里边有危险，每次来喝水都格外谨慎，显然是小心过火了。但二狗在水里边泡澡的举动确实超出了小花对猎狗生活习惯的认知范围。他很好奇地开腔搭话，在非洲地面上都没见过哪种掠食动物是敢泡澡的，养成习惯咋办？不怕丧失对水域的警觉性吗？听到这个话题，二狗显然比较沮丧。他说自己被猎狗女王选进了捕杀河马的敢死队，命令他要想继续跟着族群混饭，必须加强水性操练。小花无奈表示不靠谱，便自顾自地喝起了水。不久，猎狗捕杀河马的行动开始了。二狗作为敢死队的先头兵，当然被安排冲在最前线。猎狗女王和公主负责督战，可下水的先头兵一共就2名。看着河马庞大的身形，二狗有些犹豫，一直进入不了开战状态。而河岸上的猎狗女王心急的暴跳如雷，不停地催促二狗开战。二狗只得应付着往前游2步。他联想到上次在陆地上和野狗群合作捕杀河马都无功而返，干脆壮了壮胆，和河马来了个擦肩而过，准备跑路。猎狗女王一时没看懂二狗的操作步骤，一阵小激动地跑到河边，直到他看到二狗远去的身影才反应过来。可培养一个水兵不容易，他只得赶紧叫停本次行动，一声令下，全体都去追二狗。二狗再次现身已经是许多天之后，依然是出现在小花的领地。他见小花正卧地休息，便放慢脚步，不忍打扰。可小花毕竟是花豹，这点风吹草动，立马警觉性的猛回头，见到二狗鬼鬼祟祟的在他身后，顿时火冒三丈。二狗也被吓得一嘚瑟，但他似乎觉得小花是在等他，因为花豹很少这样放松警惕的躺在地上。于是二狗鼓足勇气，说出了心里的话：“我们一起捕猎吧。”小花表情很复杂，回应道：“想得美，死都有啥？”二狗心领神会，带妹能力还是有的。这次他们改吃羚羊，味道确实比疣猪鲜美。可正当他们吃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咔嚓，冷不丁窜出来一只雄花豹，吓得二狗拔腿就跑，而小花也无影无踪。不一会儿，二狗又慌慌张张返回现场，但为时已晚，雄花豹已迅速将猎物叼到树上。事后二狗的解释是，他没反应过来，眼前猛然俩花豹，跑属于条件反射。可没几步突然想起来了，自己和小花才是一伙的。这种解释小花显然是接受的，反正熊豹也从来不跟他分享猎物，还没二狗靠谱呢。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二狗和小花依旧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主要是二狗不累，小花负责追击猎物，他负责补刀。这对于二狗来说掠食率大大提高，对于小花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在地上舒舒服服进食，不用大费周折树上树下的。
审判不会缺席，只有迟到。猎狗女王带队把二狗堵在澡堂子的时候，二狗依然保持镇定，不喊不叫。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惊扰附近的小花，希望它就此走上一条花豹该走的路。这次猎狗女王亲自上阵，狠狠地将二狗掐扒在水中，不停地撕咬，直到这只草原上虽谈不上传奇，却最独特的雄猎狗吞吐完最后一丝气息，才肯放手。而在另一片小树林，小花还在惬意地卧地休息，或许它正等待二狗归来，迟迟不肯上树。它所钟爱的这种放松警惕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个大隐患。猎狗群的侦察兵经过几轮踩点摸查，最终还是对它采取了行动，很快将它包围控制。它的结局同样是直接消失，死不见尸，说白了就是连渣也不会剩下，和之前的二狗一样，最终化为草原上的一粒尘埃。好的，本期视频就聊到这，欢迎点赞订阅。